下面呢，这个就是中医这个光说的话，那就是应该从几个方面来就是讲啊，就是首先是以这个历史方面，以历史而这个占啊，就是以历史而占颂，然后呢第二个是以这个声相而占颂，第三个是以视野而占颂，就是用分三个方面就是讲。然后首先是第一个是以历史而占颂呢，是宋词当中啊，就是占颂里面这样讲的：丁尼分寻九度目，目如刹那闪电光，山雨护竹莲花面，花蕊绽放丛中现。那么这个意思呢，第一个是深圳杜牧啊，就是这个叫做是分心杜牧。那么这个分心杜牧的话呢是什么样呢？这个分心杜牧是深色应该是黄色的，是不是？红色的是吧？也有黄色的，也有红色的，但这里是红色的。啊，那么一般来讲是这样的，就是它那个有数啊，就是有数的话呢，就是那个绅士属音，就是啊，对众生呢就是救护的一种这个绅士属音。然后左数呢，就是在这个乌婆罗花或者是莲花花上面的话呢，有这个右旋害了，就是右旋害了。那么这个分熏杜牧是什么样呢？就是其实分熏的话，那分是指的是勇猛的意思，这个迅呢就是非常这个迅速，就是那么就是度化众生上面呢就是极其勇猛，而且这种价值呢就是相当这个快速啊，就是相当快速的，所以满峰仁波切在就是讲那个八大菩萨传里面呢也是讲呢，就是现在所有的这个本尊当中的话呢，就是那么杜牧的这个价值是最这个快速的啊，就最快速的。所以我们学院的是以前就是每次都是就是有一些前出这个修法方面的一些障碍的时候呢，就是法王如意宝要求大家就是经常念那个杜牧啊，或者是念这个居光父母啊。其实居光父母也是杜牧的这个应该好像最后一尊吧，就是所以说他这里分熏杜牧的话呢，就是也是加持是非常这个迅速的。那么这个杜牧的这个加持是他的这个功德是什么样呢？杜牧的这个功德呢，他的这个智慧双目啊，就是智慧这个眼目的话呢，那么就是能这个照见一切万法，就是非常这个快速，就像是闪电啊，就是闪电的话呢，就是一瞬间一刹那就这个出现。那么同样的，就是杜牧对照见就是七世界有形世界，或者是这个世间法和出世间的一切的这个万法的真相，要照见的话呢，就是非常这个快速的时间当中，全部就是照见无余啊，就是照见无余。然后这是就是讲他的这个功德啊，就是讲他的功德然后那么这样的这个杜牧是它的这个来历是什么样呢？他这里讲呢，就是三欲互助，就是三欲互助是指的是这个我们这个欲界啊、色界啊、无色界啊，就是三个这个世界三界当中的互助呢，就是观世音菩萨，就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的这个面容呢，就是像莲花一样来这个形容的。那么这样的这个莲花的这个花蕊当中呢，就是会这个出现的啊，就是莲花的这个花蕊当中这个出现的。那么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杜牧的话呢，按这个历史的话，那么就是莲花啊，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他的面上，就是也就是说是他的这个眼泪当中呢就是出现了，就是白杜牧和绿杜牧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他的这个眼泪当中这个出现的。那么这是什么样的这个历史呢？实际上就是很早很早以前呢，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啊，就是有这样的这个说法。所谓的这个杜牧呢，就是当时就是编成呢，就是很早的时候呢，就是一位这个公主啊，一位公主呢，就是当时在一个叫做孤影如来的这个时代啊，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个世界也叫做是中光世界还是什么世界啊？那么在这个世界当中呢，那个公主的名字呢叫般若月，或者说是这个慧月，就是慧月。慧月公主呢，就是她在这位如来面前呢，对这个所有的僧众啊，
就做了这个千百万年的这个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公平的供养，然后做供养以后呢，就是别人问，就是你为什么是这样这个供养？为什么你有什么这个就是想法？就是最后他说是我就是现在这个做这么长的这个时间呢，做供养呢，就是我要这个发愿。他发了3大愿，就是第一个大愿的话呢，他以后呢就是以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这个佛陀的话呢，以蓝翔的方式来就是度众生的。那么我呢就是以这个女生的方式来就是度化众生。本来一切万法本体当中是无蓝相无女相，但是在现象上的话呢，就是那么我以这个男相啊，就女相的这个方式来就是度众生，就是将来啊就是度众生，就是这是他第一个发愿。第二个发愿的话呢，就是他说是他每一天呢就是度100万个这个众生就是发愿就是将来成佛的时候呢，度这个100万个这个众生。然后第3个愿呢，就是将来呢，就是这个我这个分担就是观音菩萨就是度众生，就是然后从这个观音菩萨的这个眼里当中呢，就是我这个就是出现，然后呢就是度无量的这个众生。那么这样的这个法愿就是后来成熟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个讲那个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的时候也是说过，就是观音菩萨呢，就是通过各种这个形象来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他最后一看的时候呢，就是看见就是众生呢，就是还没有这个减少，就是特别多。那个时候呢，就观音菩萨在显现上呢，就是非常的这个伤心就是非常的伤心。他一直这个流泪，他流泪的时候呢，就是他那个泪水呢，就是变成莲花，莲花当中呢出现就是这个白度母和这个绿度母。然后呢，就一方面就是在这个菩萨面前呢，就是发誓愿，就是菩萨母亲你呢，就是不要这个伤心，我们呢就是帮你这个度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然后呢，就是显现就是20亿度母，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历史。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就这一个颂词的话呢，主要就是讲到了这个观世音这个菩萨呢，就是是这个变成这个度母的这个形象。所以我们祈祷度母和祈祷观音菩萨的话呢，在很多方面呢，在本体上的话呢，就是也是完全是相同的。还有以前有其他的一些历史的话呢，最早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是无垢比丘无垢比丘呢，就是当时这个发愿后来呢，就是大光明如来就是进行对他这个灌顶就是变成呢就是观世音菩萨。然后观世音菩萨呢，就是获得了这个无方佛的这个灌顶，然后呢就是出现了这个度母就出现了度母，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实际上呢，就是观世音菩萨和度母呢，就是应该是在这个某种意义上面是一个本体就是我想是在汉地的话呢，基本上这个观音菩萨呢，就是认为是以这种这个女性菩萨就是女性菩萨。那藏地的话呢，是这个男性菩萨。如果按照汉传佛法的这个说法的话呢，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就是女性的这种形象来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实际上呢，就是跟度母的这个形象呢，应该说是在某种意义上面是完全是这个相同的，只不过是在有些众生面前呢，就是并没有就是这么这个描述而已。就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祈祷的时候呢，就是也同样的，就是第一个度母呢，就是叫做是分熏度母就是分心度母呢就是分心这个救度母，分心救度母呢，我们这样这个就赞颂就是赞颂，这是从它的这个历史来源来就是进行这个定义的。